凡是肩上扛着大任务的人，身上的气场都特别强。首先，他的苦难气场特别猛，他一定扛过一堆打击和折腾，经历过常人根本扛不住的那种崩溃局面，但他就是能扛住，不但没被压垮，反而还能一次次爬起来，比以前更狠，更坚韧，更能坚持，更靠谱。老天爷挑人，肯定是因为你扛得住雷劈，才能让你扛得起更大的活儿。在这一路的苦里，他早就磨没了玻璃心，也磨掉了那点高傲和死要面子，还能把那些花里胡哨的诱惑全看淡，磨掉了自己的棱角，才能真的一路往前冲。第二，强大的气场来自于他的善心，这种人骨子里是有善意的，这不是装的，也不是看人脸色行事，把人当工具的那种架好，不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，你对我不好我就翻脸的那种假客气。他的善不看别人怎么做，自己始终如一，只有这种格局才真的让人信服，让人佩服。第三，他狠得下心对自己，这种狠是那种近乎没感情的狠，这不是计较有钱没钱的小气，而是一种超自律，目标感爆棚，不会被各种诱惑带偏的那种狠。他心里特别有信念，能跳出人的小情绪，反过来掌控自己的本性。这种人虽然在俗世里活着，但已经不按常理出牌了。这里说的不按常理，是指他不干那些大家默认的正常事儿，他早已经不在那套规矩里，他总能站得比别人高一点来看事儿，一切顺着老天的安排走。这样的人往往跟周围格格不入，别人图个安稳，他偏偏想去闯关打怪，别人精打细算，他看的是命运因果。你觉得他犟，其实他早就看清了结局。你觉得他孤单，其实他的精神早就跟天地同步了。他的气场会吸引来志同道合的人，也会让那些小心眼的人自动退散。那些虚头巴脑搞心机的根本混不进他身边，因为他身上的能量太干净，不容得下那些虚伪和算计。而真正有分量的人遇见他就会由衷敬重，因这种人自带光，不是那种瞎晃眼的光，而是一种像老玉那样温润又坚不可摧的光。他做事不靠套路，靠的是天意。别人还在琢磨各种方法技巧的时候，他已经摸到事物的核心了。别人还在情绪上打转转的时候，他早就不在意对错得失这些了。他像个古代铸剑师，锤炼千次，不是为了做个好看的摆设，而是为了打出能劈开时代的针锋利。这种人注定是要被议论的，因为那些混日子的人永远搞不懂，为啥有人能不在乎眼前的小利？为啥有人面对诱惑一点都不心动？为啥有人能在最难的时候依然镇定？其实很简单，他不是在混这一辈子，而是在完成好几辈子积下来的修行。所以当你遇到这种人，别拿普通标准去衡量他，他的疯其实是看透了游戏规则后的清醒，他的冷其实是内心最深的那份慈悲。他像雪山顶上的莲花，
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自然有人千里迢迢地来追随。最后记住被选中的人，他的命不是为了成功，而是为了变成一个通道，让天意通过他来推动一切，让历史通过他来展开。当一个人活成了这种通道，名和利都只是顺带的，真正的奖赏是他灵魂的厚重。有大福报的人都会有大磨难，没有福报的人连受苦的资格都没有。每当老天要成就一个人的时候，首先要用痛苦去磨练他的心境。困难越大，挫折越多，他的能力提升的也就越多。苦的是身，修的是德，而这些被磨练出来的品质，就是你修来的福德，也是你未来承接福报最大的仰仗。01低谷期就是在救你的命，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真相：你真正的改变，真正的成长，恰恰是在你最低谷、最困难、最煎熬的状态下悟出来。曾仕强先生说，低谷期身边全是鬼，有怨你的，有笑你的，还有抽打你的。但你要明白，身处低谷其实是老天在渡你。等你熬过人生中特别难熬的那段日子，就会看清一个真相：老天想送你一份大礼，一个好机遇，又怕你接不住，就会先把你推进低谷去磨练。他会拿走你曾经拥有的，消灭你曾经引以为傲的，你舍不得的，他会帮你放下；你忘不掉的，他会帮你离开；你纠缠不清的，他会帮你割断；你还留恋的，他会帮你清空。后来你会明白，你需要做的是先接受再改变，不是接受失败这个结果，而是接受那个还不够好的自己。不是妄想改变天地，而是决心改变曾经的你，因为你自己就是你的全世界。老实说，这世上我们做对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源于运气，而那些做错的事情才是我们真实的实力。总有人问，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开悟？我负责任地说，几乎所有认知格局的提升，性格能力的蜕变，都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苦难，没有例外。人在低谷就是赚不到钱，就傻不得，痛苦、焦虑甚至抑郁，自信被一次次踩碎，努力被全盘否定，付出被打了水漂，手下背叛你，同伴离开你，亲人躲着你。那种滋味没经历过的人，根本不懂有多痛多苦。没有一个人的通透不是被生活撕扯出来的，没有一个人的格局不是被委屈撑大的。如果你遇到一个看起来战无不胜、特别厉害的人，那他一定经历过你想象不到的大起大落。正是这些劫难，才换来他如今的杀伐果断、通透大气，还有那份平静甚至冷漠。因为他们是在真正的烈火里完成了脱胎换骨，像凤凰般涅槃重生。那这种脱胎换骨到底怎么来的？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生？你负债累累，选择逃避，东躲西藏，结果债主突然说不追债了，这叫重生吗？你感情破碎，痛不欲生，
整天醉生梦死，结果对方突然回心转意了，这叫重生吗？都不是，这只是你侥幸熬到事情有了转机，把原本扎心的问题暂时绕过去了。问题根本没消失，它还在那猫着呢。你根本没走出困境，只是困境暂时放过了你。只要你再欠债，再失败，立刻会掉进比之前更深、更彻底的绝望里。你不是被无罪释放了，只是审判日延后了。真正能让你脱胎换骨的，是你不仅咬牙挺了过来，还在这个炼狱般的过程中彻底升级了自己的内核。你不仅重新燃起了希望，更获得了对绝望的免疫力。就算之前的遭遇重来10次、100次，你也不会再掉进绝望的深渊。重生的前提是一个人开始对自己下狠手，残酷自省，丢掉傲慢，长出敬畏之心，彻底碾碎那个自以为是的样子，诚恳地接受苏格拉底那句话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从觉得自己绝对正确到理解世界的复杂，不再认为我看不到希望就是没希望，我看不到问题就是没问题。从死要面子怕人笑话，到主动扒开自己让别人批评指正，甚至去向曾经打败你的人求教，能跳出自己那点认知，不再固执。我不认同的就是错，我认同的就是对。从小心翼翼捧着那点可怜的自尊，到狠狠把它摔在地上，然后你发现碎掉的不是自尊，是虚荣。虚荣就是傲慢的燃料，你不打碎虚荣，就永远放不下傲慢，长不出敬畏。这个破茧的过程疼得要命，但它是唯一的生路。毕竟有些梦只能靠疼来叫醒，这是人生逃不掉的功课。没经过这一关锤炼的人，他们所有的希望，说白了都是建在一颗炸弹上。他们所有的努力，不过是每次被炸后手忙脚乱的包扎止血，然后等着下一次爆炸。一个人自省得越狠，就越看清自己之前有多傲慢，多狂妄，惊出一身冷汗。这种反省本身就是一次治愈，一次内心的重建，一次必须完成的拆弹手术。直到有一天，你能把一切意外都看作机缘，把一切失去都看作获得，不再抱怨这是为啥落我头上，而是开始思考，这是到底想教会我什么，才算真正离开了那条通往地狱的路。当苦难被熬成礼物，颠沛流离终会化作耀眼的光，照亮你前行的方向。要相信，这些你注定逃不掉，但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弘一法师说过，有些事老天让你做不成，那是在护着你。别抱怨，别生气，世间万物皆有定数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也未必是祸。人生各有渡口，各有归舟，有缘躲不开，无缘碰不到。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我们要始终相信，老天所有的安排自有深意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坚定、温暖和善良。有些事老天让你做不成，
不是无缘无故，必是你还缺点什么。有缺才有缘，不过是为了让你把本事练扎实，遇见真正的自己。凡是你曾经靠侥幸过关，傻小聪明得到的，那才是偶然，迟早要回去，还得加倍奉还。任何强求的东西都不真正属于你，任何急功近利的事，秋后必算账。所以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也未必是祸。能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，属于你的丢了也能找回来。别急着跳脚埋怨焦躁，你只管拼尽全力，然后该是你的放他走，他还会回来。不该是你的，失去反而比硬抓着更踏实。所以当你陷入最艰难的时刻，一定要撑住，别灰心，因为你的命运到了该翻篇的时候了。人都有三穷三富，没有谁一辈子顺风顺水，也没有谁一辈子走背字。跌入深渊后，必有向上攀登的机会。之前所有的困苦都会化成一股强劲的风，鼓满你人生的船帆。祝你直挂云帆济沧海。人在学会敬畏之前，所有的重生感和变强感都只是幻觉。没有谁是绝对的强者，那些相对强一点的人，无非是对敬畏二字理解的更深罢了。三体里最让我醍醐灌顶的一句话就是，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。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怂，是勇敢，是真正意义上的重生。顺境最容易养出毛病，逆境才真正逼人长本事。水到尽头是飞瀑，人到绝处是重生。所以有时候无路可走本身也是路，人生没什么可后悔的。今天你觉得这是做错了，10年20年后再看，恰恰是当年的那个错成就了现在的你。每个强大的人都曾在深渊里的重生，每个内心平静的人都挨过最痛的打，尝过最深的绝望，熬得住涅槃的剧痛，才能配得上重生的绝美。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不相为谋的人，也能心平气和碰上冷眼相待的事，依然泰然自若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是一帆风顺，那是童话里的梦话。乘风破浪，披荆斩棘，才是成年人的现实剧本。我始终相信，走过平湖烟雨，跨过岁月长河，那些历经劫难，尝遍百味的人，生命才更加生动而纯粹。因果因果，诸般枷锁困真我，顺天意成因果，今日方知我是我，一朝悟道见真我，何惧昔日旧枷锁。世间枷锁本是梦，无形无相亦无我。朱元璋说过，血压之头低，虽低不着泥，一朝红日出，依旧与天齐。所以看到这里的有缘人，恭喜你破局重生。02，亲善能通神，德高可镇鬼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有一类人不必修法，不必念咒，不必身披袈裟，却能一身浩然正气，所到之处阴霾散去，邪气不侵。这类人不靠外力，
只靠一个德字，他们行事光明磊落，言语诚恳温厚，内心无愧天地。他们不懂风水八卦，也不晓占星命理，但就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你说玄学吗？是的，但这玄不在技巧，而在德。心善能通神，德高可镇鬼。真正的善良是一种灵性磁场。很多人以为善良只是品德，但从更高层次来看，善良其实是一种穿透天地的频率。善念一起，天地可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经常行善不求回报的人，往往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好运气。关键时刻总有人伸手帮一把，困境来临总能柳暗花明，甚至连健康子女运都明显好过常人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心善生福，福护其身的自然规律。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不是一句宽慰人心的鸡汤，而是千百年来人间验证过的灵性逻辑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宇宙就给你怎样的回应。善良就是你和天地之间最稳的感应通道，德行越高，能量越强，自带镇邪的气场。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，有德者天地为之侧目。为什么有些人哪怕相貌普通，无权无势，却一开口就让人肃然起敬？为什么一些老人走过世间风霜，脸上却自带慈光，让人不忍侵犯？那是德的力量，是积德所生的能量场，一种连阴阳界都敬畏3分的气场。曾看过一则古籍记载，古代某地闹鬼祟，请来许多法师驱邪都无效。后来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路过此地，仅仅是住了1晚，从此邪气退散，村民安宁。人问其缘由，长者说，非我能镇鬼，是我无鬼可惧。真正的镇邪之力，不靠法器，不靠符咒，而是靠身正无邪的德行。心无愧天地乎，德厚重鬼神敬。善良不是软弱，是对邪恶最有力的反制。很多人对善良有误解，觉得那是软弱，是好欺负，是被世界辜负最多的品质。可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有边界、有锋芒、有力量的坚守。善良的人不会轻易伤害别人，但也不会让恶意得逞。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明，不争不抢，却总是赢在最后。他们不主动伤人，却能被命运偏爱，因为他们的善。天地知，神明记。一个人的心善，不只是积福，更是一种无声的护身符。一个人的德行，不只是修养，更是一种无形的利剑，斩妖除魔，护己护人。这才是善良真正的力量。它通人心，更通神意。它护自身，也能庇他人。真正能镇邪的不是咒术，是人品。为什么很多高僧大德入山修行时，野兽不惊，毒虫不伤？为什么一些普通人沾染邪气，却怎么也去不掉，甚至越趋越衰？
不是手段不对，而是人心不净。若你心中有贪嗔痴慢疑，再多的香火也无法遮盖内心的阴霾。若你德行未修，任你法器再多，也挡不住反噬的因果。佛门有言，心净则国土净。一个人若心正如镜，无所畏惧，自然百邪不侵。天地之间最好的护身符，不是你信了哪个神，而是你有没有守住人这一生最基本的道德。所以真正镇邪的不是法器，而是你身上的那份正气。这个世界看似无序，实则自有天道。你做的每一件好事，哪怕没人看到，都会被记在无形的账本里。你守的每一道底线，哪怕没人奖赏，都会成为未来替你挡灾的护身之力。善良不是脆弱，而是你灵魂最高的修行。德行不是装模作样，而是你与天地沟通的钥匙。当你真正理解了这句话，心善能通神，德高可镇鬼，你就会明白，真正的命运不靠别人改，是靠自己修。一个人最顶级的护身符是内心的善良，一个人最高级的修行是德行的自律。善恶有道，天地自明，德者无惧，善者无伤。心善能通神，德高可镇鬼，这绝非虚言，而是贯穿古今的人生智理。03，只要你有一颗帝王心，展现出强大气魄，可以吸引宇宙一切人事物。曾经有位高僧指着山间对我说，你看那些追逐云雾的人，最后都成了云雾本身。布着香的人自带气场，越放下越丰盛，越安静越有力量。当一个人的心里千方百计地想去占有、控制、执着，那么这些外在的一切也会占领他的情绪，消耗他的能量，控制他的意识。正如《金刚经》中云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帝王心态的人，不要执着于眼前的名利和成就，而是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世间的一切。一个人的好风水，就是养就一颗高贵的心，而心就是一块福田，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。帝王心态即空杯心态。人最强大的心态在于敢于失去一切，放弃一切，丢掉一切，从零开始。这种从零开始的心态，其实就是空杯心态。正所谓浅水喧闹，深潭无波，静水流深，智者无言。去观察身边厉害的人，他们都是精力充沛，斗志昂扬，即使前一天忙碌到很晚，第二天仍然神采奕奕，逻辑清晰，不受干扰。这一切内核的支撑都是强大的帝王心态。有帝王心态，可以吸引宇宙一切人事物同频共振，同志相吸。无数人会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在他身上，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，博览群书的才学，挥霍不尽的财富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，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。老话说，人是气死的，
花是浇死的，凡是大病，必与情志相关，长期情志不遂，一定会催生大病。不要碰到一点压力，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；不要碰到一点不确定性，就觉得自己前途黯淡无光；不要碰到一点挫折，就觉得自己一蹶不振。有的人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，经常生闷气、纠结、忧虑，久而久之，消极的情绪也会影响身体健康。心态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，心态好，精神饱满，身体也就更健康。心宽一尺，路宽一丈，心宽如海，百福自来。弘一法师说，人这一辈子，你该走的弯路，该吃的苦，该撞的南墙，该掉的陷阱，一样都少不了。坚强挺住，熬过去，跨过去，好运自然来。心大了，事就小了；心宽了，烦恼也就淡了。好心态就是最好的保健品。心胸开阔，内心平和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你破事太多，看不惯别人，整日心情郁闷不爽，往往是因为你格局小了。一个人格局有多大，心胸就有多宽广，心境就有多平和。正所谓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当一个人展现出帝王般的气质和魅力时，他的自信、果敢、智慧等特质会吸引众人的目光，人们会被他的气场所吸引，愿意追随他，就像一束光照耀世界。庄子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陆九渊说，无心即宇宙，宇宙即无心。帝王气魄的人能够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他们的气场和影响力能够扩展到周围的一切，使人们感受到一种与帝王气的人共生共荣的联系，从而愿意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他们紧密相连。老子说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同层次的人对道的理解和实践是不同的。帝王气、领袖气和匪气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。上士能够领悟到的精髓，积极进取，勤而行之，展现出帝王般的气质；中士对道的理解不够深刻，若存若亡，可能只具备一些领袖气质；下士则对道不屑一顾，大笑之可能只表现出一些匪气。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面，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是那些很安静之人。正是因为这份安静，其他人的一些动作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才能够洞悉到玄机和智慧。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内心缺少什么，那么只需要看他在炫耀什么；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自卑什么，那么只需要看他在掩饰什么。强者往往更气定神闲，不张扬，很少外放。越是没有本事的人，越是张扬，就怕别人低估了自己的能力。越是厉害的人，脾气往往越小，温润如玉；越是有本事的人，对家人也越温和，如沐春风，
段位越高越不会攻击，让人感觉舒服；段位越低，攻击性越强。所谓世面，就是世界的每一面，见过最好的，且不以物喜；知晓最坏的，但不以己悲。心平能御3000疾，心静可通万事理。史记中言：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多少玻璃心的人，倒在了被人吐了2句槽就心如死灰。真正的内心强大，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中和嘴上。真正的强者都是平静如水的，即使面对大风大浪，亦有一份淡定从容。逢山可开，路遇水能搭桥，即使遭遇大起大落，依旧内心如不动，犹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。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凡是你想控制的，其实都控制了你。当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是你的。你接纳什么什么就消失，你对抗什么什么就存在。即使万物不为你所有，但万物皆为你所用。记住一句话：欲成大树，莫与草争。将军有剑，不斩曹营。真正的强大，从不在于外在的喧嚣与掌控，而在于内心的澄澈与定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涵养正气。愿你既能在低谷中稳住根基，又能以善念立世，更能展现帝王般的气魄，与宇宙同频而行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